大家好，我是阿慶。之前有非常多朋友跟我許願說，他想學下班後的快速料理，比如說3菜1湯或是4菜1湯。那我今天來幫大家設計快速、均衡、營養又好做的3菜1湯加一個主食。那這個我今天預計呢是要讓跟着做的朋友前置，我覺得前置備料我已經把它簡化，前置真的就看每個人的實戰經驗。如果在料理上是蠻快的，整個1個小時內可以結束它，甚至更快就看個人的這個做菜的經驗。如果是廚藝小白的你，沒關係，今天我已經盡量簡化再簡化，讓大家都非常好學。那今天的菜單有糙米地瓜飯、鮮蝦荷包蛋、沙茶五花肉、水煮五仔魚、蘿蔔紫菜味噌湯。來，先來煮飯哈。我今天用糙米飯，我的比例是白米1.5杯，然後半杯的糙米，所以2個加起來剛好是2杯的量。白米先下，白米直接洗乾淨就好，不用泡。再來就是糙米啦，很多人糙米煮口感煮不好，為什麼？因為沒有泡水。如果不趕時間，你的糙米可以前1碗或者是前1餐泡起來冰箱，要煮的時候水倒掉下去一起煮。糙米泡過水之後，它煮出來口感會比較好，不會那麼硬，也不會那麼澀。還有適當的混一些白米，這樣吃起來你會比較好入口。這是我自己煮糙米飯的方法，好，給你參考。再來2個均勻的混一下，抓勻。剛有講是2杯米，對不對？來2杯又1半的水。我家在煮飯，我喜歡口感軟一點，這就看個人。如果你喜歡 Q 一點，你可以2杯又多一點點，水量是看個人，但最基本一定要1比1，這是最基本的。好，水下去之後，来地瓜，我用的是黃肉地瓜，地瓜去皮之後泡一下鹽水，煮出來也比較漂亮，比較不容易黑氧化。地瓜大小塊看你自己，你要大塊小塊都可以，隨意切，切好就直接放進來就好了，也是均勻的撒哈。處理好之後，直接放到電子鍋來，那直接來煮飯了。來，現在準備第一道鮮蝦荷包蛋。我是到超市去買這個冷凍的白蝦，你要去菜市場買新鮮現流的或者活白蝦都可以哈。去蝦殼跟蝦頭之後，蝦殼蝦頭你可以留着下一次要熬高湯可以用哈。然後洗乾淨之後，來從中間這裡開背，劃1刀就好了。然後檢查一下，如果有像這種長泥的，等一下把它洗乾淨。處理好的蝦仁加一點點鹽，這個鹽很少大概是我這個1/5小匙而已，一點點就好。為什麼要加一點鹽？加鹽主要目的是，第一，它口感會比較好；第二，等一下蝦子跟着雞蛋在煎的時候，它的蝦味會更快速而且更香。這個簡單的方法真的很有用，大家可以試看看。抓的時間大概1分鐘，你抓到你會感覺這個蝦仁會黏你的手，好像變成漿了那種蝦仁漿的感覺，像這樣子有沒有？黏你的手，這樣子就可以了，像這樣。我今天是這樣設計啦，我每一份備料我都幫你備好，讓你清楚看到有加什麼東西。那等一下煎的荷包蛋在這裡，然後我再切一點蔥花，這裡差不多是3根蔥的量，把它切，不用太細，這個蔥花不用太細。因為等一下要煎，你太細下去煎，它比較容易變黑。來，第一道菜的鮮蝦荷包蛋，材料就這樣。來，第2道沙茶五花肉，五花肉你到超市買這個已經幫你切好的五花肉片就好。再來高麗菜，我用這個比較小顆，半顆，先把菜心去掉。菜心我等一下洗乾淨之後，我會留着要熬湯用。來，高麗菜。洗好之後呢，用手這樣子撥一撥就好了。那這個高麗菜我會先把這個比較粗的梗挑起來。你們可以試試看用手剝的高麗菜炒出來口感比用切的還要好吃，真的，你們可以試試看哈。爆香切一點蒜頭，蒜頭就直接這樣切就好了。還有一點辣椒。不吃辣的朋友，你可以不要加大辣椒，比較不會辣。炒一點點下去，增加開胃的口感。五花肉片不用切，因為它這個切得夠薄，等一下炒一下，它自然會捲起來。
來，再來放一個沙茶醬。第二道沙茶五花肉配料配好了，我今天有魚，還有湯。我的魚跟湯是同時進行。如果你的魚是冷凍的，照我這個方式退冰，退出來的魚跟你買回來的鮮度、口感差不多。怎麼退呢？準備2000cc 的溫水，大概在40度，然後加入20克的鹽。攪拌均勻之後，它就變一個鹽水。然後，因為我今天要做的五魚比較大，所以我把它切對半。那尾部這個鳍基本上不會吃，料理的時候也會影響到它的空間，我把它切掉，然後泡下去鹽水裡面，整個冷凍下去泡溫鹽水，只要20分鐘它就退冰了。而且退冰後給大家看一下哦，來，你看這個魚肉非常 Q 彈。很有彈性，裡面的血塊一定要去除乾淨。跟大家講，鹽水有很好的滲透壓，它用鹽水在退冰，尤其這種海魚的時候，這個鹽水會保護魚肉，然後退冰也會加快。退冰過程中，魚肉的鮮甜味比較不會流失掉。來，我現在準備這一鍋是1500cc 的水，我先來煮魚當高湯，先加1/2小匙的鹽下來。現在水快滾起來，對不對？來，你把魚放下來，魚下去之後，你看它滾起來，對不对？来，轉小火，全程你保持像現在這樣子微滾的狀態，煮15分鐘，這一尾魚就熟了，而且它的鮮甜汁緊緊的都會鎖在裡面。白蘿蔔我今天刻意整條留着，教大家怎麼去保存。第一個，你一定要先把頭尾去除，這個你放到冰箱去。這裡是不斷在吸收冰箱裡的濕氣，所以會導致白蘿蔔口感不好、老化。再來，我的白蘿蔔大概是用1/3條的量。來，那剩的這裡來就直接保鮮膜封起來就好，包好包緊，這樣子把它冰冷藏。白蘿蔔直接切對半，切薄片就好。薄片呢，在煮湯比較快，不用煮太久。這個時候我就會把它加進來了，一起煮。再來洋蔥，我今天洋蔥用半顆，記得哦，一樣哦。洋蔥你另外一半沒用完的冰箱保存，也是把頭跟尾切掉，這樣子封保鮮膜，冰箱保存。來，洋蔥哦，頭的地方切掉，口感好比較不好的地方。好，再來。切3刀小塊狀，洋蔥我也是直接放進來。鴻喜菇的部分，底部這一層薄薄的切掉，盡量剝成一根一根，口感比較好。除非你喜歡吃比較大片的，那另當別論。來，還記得剛剛的高麗菜嗎？來，剛剛這個比較粗的高麗菜，對不對？直接這樣子，這個菜梗的口感下去炒，它可能會比較硬一點。那你下來熬湯剛好，好，它吃起來不會那麼硬，然後甜味也都會釋放在這個湯裡面。剛剛菜心也是洗乾淨，可以放下來煮。盒裝豆腐，我只要用一半就好，那另外一半沒用到，對不對？來，你就直接用保鮮袋小的放進來。下一餐要再煮的時候，你也不用怕豆腐它會脫水，因為這種盒裝豆腐哈，你如果冰沒有保存好，它會一直出水，脫水就不漂亮了。像這樣子。保存要用的時候很方便。來，那豆腐的部分呢，從中間這裡一刀，好，翻過來2刀，好，這裡1、2、3刀，好，這樣子塊狀就好了。最後一道蘿蔔紫菜味噌湯的材料備好了，那剩的都在這一鍋湯裡面的。照我這個做法，第一個會好的不是飯，是魚。你看魚這個已經好了，直接撈起來。這樣子煮出來是不是非常漂亮？皮又沒有破，魚先放着，用盤子蓋着保溫一下。現在馬上先來煮湯。剛剛講湯會先好，剛剛有魚當基底了，對不對？鮮味在裡面。來，再來菇，我很喜歡吃鴻喜菇，所以我的鴻喜菇加比較多。反正這一道湯是屬於蔬菜湯的一種了，菇類加多一點也很不錯。火稍微開大一點，這個時候來調味，味噌放到裡面來，我把這個高湯沖進來，不要額外再加水，這樣子你們再算這個比例也比較算得準。我今天這個味噌，我是到全聯超市去買1包
20塊那個小包的味噌，你要整盒什麼信州味噌啊、紅味噌都可以，但我今天用的是白味噌，你們大家看就知道了。紅味噌比較鹹，如果你喜歡紅味噌的口感，你也可以用紅味噌。記得一個重點，煮味噌湯一定先熬高湯，最後再加味噌煮，這樣子煮出來味噌湯才會香，才不會澀，也不會太鹹。攪拌融化化開的味噌倒下來。這裡我的習慣，鹽不用再加，味噌本身有鹹味。冰糖大概3、4顆就好，一點點下去，然後這個時候豆腐加下來。來，我的湯好了，要起鍋，來碗裡放一點柴魚片，然後還有另外一個主角紫菜。紫菜呢，你看是要像我這樣撕一下，反正它冲下去也是會化開，好，這樣放着，加一點蔥花，好，這樣子，再來湯。直接倒下來，來，這個湯已經好了，來先放着。現在來煮一個最簡單的醬油露，水150cc， 黑豆醬油50cc， 米酒1大匙，味淋1大匙。沒有味淋的朋友，你可以用一點點冰糖來取代，好，煮滾就好了。來，再放幾片薑片下去煮一下。薑放下去，小火煮大概1到2分鐘就好。好，再來直接把醬汁從旁邊倒下去。我建議是不要淋到魚啦，哈，給它泡在裡面就好，像這樣。再來事先切好的蔥花撒上來，滴一點點的香油。如果你要加橄欖油也可以。水煮五仔魚完成。這個真的看起來不要講，會以為是真魚。先來煎蛋，油下1大匙，這裡有4顆蛋，蛋直接打下來就好，有破沒破都沒關係。來，再來把蝦仁放在上面，趁現在蛋呢還沒熟的時候，你就要放了。然後蝦仁放上去之後，稍微沾一下這個蛋，等一下你翻面的時候比較粘得住。好，再來把蔥花直接撒上來，然後這裡加一點點鹽就好，1/4小匙的鹽，均勻的撒在蛋的上面。那我轉回中火。其實這道菜你也可以不要加鹽，起鍋後沾你喜歡的醬油或醬油膏都可以，可以翻面了。剛剛第一面煎3分鐘，用中小火翻過來，第二面也是3分鐘。好，再來最後一次再翻一次哈。好，最後這一面翻過來之後再煎個1分鐘就好，因為有時候比較中間的蛋液還有我們的蝦仁也比較大只，所以要慢慢的煎，把它煎熟。再翻過來，這一面差不多煎1分鐘後就完成了。現在這個鍋子不要加油，也不用洗，因為你剛煎完蛋炒是最香最好的。先把五花肉片先加下來，都不用加油。現在是用中火先炒五花肉片。你看这個五花肉片炒到差不多有8分熟了，對不對？蒜頭加下來，這個時候下來炒。現在都要不斷的煸炒，盡量的把五花肉片它原始的豬油逼出來，像這樣。來炒到蒜頭，你看稍微上色，對不對？高麗菜全部加下來。現在是轉大火開始炒，先把高麗菜炒軟，讓高麗菜去吸收這個五花肉的油脂，這個高麗菜一定會非常的好吃。高麗菜下去，你大概炒了1分鐘，你會發現你的高麗菜變軟了，因為它少了梗，它會更快軟。來，先關火一下，因為要調味了。來，沙茶醬20克，黑豆醬油2小匙，一點點二砂糖、郫縣1/2小匙。好，開回大火。這一道菜就不要再加水了，直接類似這樣乾鍋炒，因為你等一下炒的時候，肉片會出水，高麗菜本身也會出水，這樣子配飯最好吃。把調味料炒散之後，來蔥辣椒下來，最後加1小匙的烏醋，一點點就好，鍋邊淋一下，大火炒。來，烏醋下去，最後大火拌炒30到40秒，起鍋。來，最後的地瓜糙米飯也完成。今天的3菜1湯下班快煮系列完成啦，是不是很簡單啦？
今天都有幫大家設計過，我們簡單變化一下，讓整道菜風味更好。下一次有更多好吃的快煮系列料理分享給你嘍。